Yo，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H。今天呢，我人在上海啊，可是我即将离开上海了，因为要为大家来测试一台车。那台车已经要在马来西亚发布了，很快会在今年2025年发布。就是我身后的这一个来自 J-Cool 的 Omoda C7， 它比 Omoda C9 来的小台一点点。其实这台车之前我们已经有做过一个完整的 Exterior、Interior 的介绍了啊。那如果你错过那一部影片的话，都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的 link 过去看一下。那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来深度体验这台车，我们还要联合9个不同国家啊，包括马来西亚一起挑战啊它的这个续航里程。我们要从上海这边开到芜湖去。那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里呢，也为这台车做了一个封箱仪式啊。所谓的封箱仪式就是把它的油箱给封起来，在充电插槽孔方面也是把它封起来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挑战用 One Tank One Charge 把这辆车开出最长旅程。看一下我们在这9个国家里面，有巴西啦、马来西亚、泰国、英国等等，谁的成绩最好？那废话少说，我们直接进一个 intro， 就来开始今天的主要内容啦。Let's go！既然都来到上海国际车展了，影片开始前一定要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看的产品，就是来自70迈的 Omni 系列的旗舰新产品 Omni X800。这一台呢是一个4K 前后双摄行车记录器。这一次的 Omni 跟上一代一样，可以拍摄360度环绕的旋转画面，也就是说你可以用语音控制的功能，或者用你手机的70迈的 APP 来连接它，控制它旋转左右拍摄，或者直接用语音要求它帮你拍左边、拍右边，或者拍 vlog 都没有问题啊。先进的 AI Motion Detection 2.0 呢，可以更加精确的跟踪。它这一次支援了 WiFi 6 5 GHz 的这个传输速度啊，下载速度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提升。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安装到这个70迈的 Omni X800， 加上前后拍摄的 Dashcam， 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呢，也可以找到他们的购买链接，点进去就可以查看价钱了啦。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主题内容啦 ，Let's go。OK， 经过了几十公里的路程啊，这一台我们的 C7 呢，刚刚我们就开了差不多40几公里。我们在开车之前哦，这个电量啊是没有100%的满电，是只有90几个 percentage， 大概93、94这样子。那我们刚刚完全用 EV mode， 就是不用任何一滴油哦来行驶这台车。所以刚才这样子一路下来呢，我们开了40几公里，差不多50公里，电量还有一个60几%，也就是说没有错的话，这台车它的这个 PHEV Plug-in Hybrid 功能，只用纯电驾驶呢是可以走100多公里的，就好像 J7 PHEV 一样，它不单是可以用纯电模式驾驶，也可以用 Hybrid 模式驾驶。等一下我们把它的这个纯 EV 电动模式下干它的电池过后呢，我们就用 HEV 就是 Hybrid 的方式来驾驶这台车。那我们就要看一下，总共这台车可以带我们用1箱油一次满充的情况下可以走多少公里，绝对是没有造假的9个国家的人在见证。可能有些人对中国车的印象还保留在中国车比较吃油所以对中国车的这个油耗表现会存有怀疑。不过呢，我跟你们讲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中国的油钱是非常的贵的，所以他们在造车的时候一定会把车越造越省油。我们来看一下中国这里的油价是多少钱有92、95、98，我们就没有92，我们最低端的汽油是95嘛。那它的92呢，每公升是7块06分，95呢是7块5毛1，那98呢是9块2毛1，98就是我们的 V Power Racing 啦不过我们马来西亚还有一个100号，就是 Petron 的 RON 100中国这里的油站我是没有看到啦。你想象一下，他们打92号汽油都要7块0几分的这个人民币差不多是我们5块钱这样子啦，马币每公升。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要用车一定要用省油的车，续航里程远、续航里程比较高的车。OK， 现在终于轮到我来开车了。刚刚其实呢都不是我在开车，因为我一路上就在完成我的其他工作，包括一些短片的剪辑还有 upload 一些照片去我们的 Facebook page。那刚刚我们的开车的欧文大哥就把这辆车开出了一个110公里左右。那我们的用纯电模式驾驶的方式从原本的93%的电量开到现在还有20几%，然后
在这个里程倒数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可以走17个 km， 也就是纯 EV mod 的情况下还可以走17公里，也就是讲这台车真的是轻轻松松可以用纯 EV 满充的情况下达到120公里的续航里程。那这种续航里程，如果你在家平时上班通勤根本不需要用到120公里的话，你家里有充电桩，你只需要回家把你的车插电，隔天睡醒满血复活过后，在普通日常通勤情况下，这根本不需要耗到一滴油啊！我觉得很适合马来西亚人，因为刚刚接触 EV 车还是很多焦虑的，担心远途行驶这个电量不足啊，看到那个号码一直在减少，心里会有压力。不过你开这台车，你就不会遇到这种问题。短途行驶用纯 EV 模式，远途行驶你可以用 HEV 模式，它就是一个 2 in 1二合一，非常好的一个方案。就是刚刚我们的欧文大哥在开这辆车的时候呢，我就坐在旁边 edit video。我是一个很容易晕车的人，可是刚才我们在用 fully EV mod 的情况下，它是会 regen 的哦，就是放开油门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反冲的那个功能。一般上的电动车或者其他我开过的一些 HEV 或者 PHEV 车款，它在反冲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拉车感。可是刚刚我在乘坐这台车的时候，我在旁边还可以 edit video， 还可以 edit 照片，它不会让我感觉头晕。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它的整个 cabin 坐在里面感觉是很舒服、很舒适的，而且它的椅子这个腿部支撑，哇，我觉得很赞，很长，可以完整的把我的整个大腿支撑在上面啊，这一点算是蛮难得的啊。当然，刚才我们的这个行驶过程没有猛踩油门啊，没有爆冲的驾驶，所以整个过程是很平顺的。那在开这辆车的时候呢，首先比较不习惯，因为它是左驾版啊，但是其他东西操作起来还是一样，包括来到马来西亚右驾版过后，它的排档杆也是一样会在我们一般日系车打 signal 的位置。假如没有接触过的朋友，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习惯。OK，so 我们现在要出highway了，过多就像马来西亚一样，不过这里的多是要拿卡片的，当然它也是有 ETC， 好像我们的 RFID 一样。OK，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他们的服务区啊，服务区就是我们的 R&R 啦。然后在我的手上开了应该有100公里左右啊，在这个里程显示这边呢，目前是已经走了197.9 km， 然后 ODO 是这里啦啊，当然我们不看 ODO， 这个油箱的这个倒数里程呢，还可以走1079公里，电池方面是剩下9公里，所以以目前来看，我们走了197.9公里，差不多200 km 啊，倒数的里程还可以走1079，我们扣掉一个79，我们算它1000就好，也就是讲这辆车应该没有问题的话，可以走1200 km per full charge per full tank， 所以我觉得这个续航里程就完美的解决那些想要尝试买电动车，可是又担心有那个续航焦虑，可是又想要驾有电动车的那一种动力表现。因为这辆车它在慢速行驶的时候，或者是起步行驶的时候，都是由摩托来启动这台车，所以驾起来感觉就是像 EV car， 很有力、很强劲。可是如果你顺开的话，又很舒服。刚刚我是把它的这个 regen set 去一个比较强的一个 regeneration 啊，因为我要它更加省电，然后回充效率更加好，所以开起来的时候呢，它的那个油门的感觉就有一点像 Tesla 的 One Pedal Drive。我放油门的时候，它会帮我收油，你就不需要油门 pedal、brake pedal、油门 pedal、brake pedal， 你就是踩油，当前面的车慢的时候，你收一点油门，它就会慢慢的这样把那个速度减下来。我觉得这个驾驶过程很爽。OK， 现在这里的时间是5点5点，这里已经开始差不多要天黑了啊。我们马来西亚通常是7点半这样子啦。然后我们现在距离到达目的地大概还有200公里左右，不打油不充电，把这台车开到我们的旅店、我们的酒店去。当然，明天我们会继续这一个活动，然后把这台车开到芜湖去。这辆车肯定是可以用 One Tank One Charge 从上海走到芜湖去，我很有信心。OK，I'm sorry， 嘿嘿，因为刚才本来是要换我驾，可是我们的这个欧文大哥他讲他想要驾，然后让我来拍一些 B-roll。OK， 我就坐去 passenger side， 然后我就发现我们的 passenger side 下面原来还有一个脚托，就是可以把它拖着我们的小腿，电动调节的。当我把那个脚托一提起来，把我的椅背慢慢的放倾斜一点点过后呢，我就睡着了。
那现在我们差不多要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目的地。如果是讲我们从这里到等一下的 station 还有1个小时半的车程，那我们今天呢会在千岛湖过夜，明天继续赶路，从千岛湖过去芜湖。天色已黑啊，虽然时间是7点半罢了，那现在要离开这个 R&R 往下一个目的地前进了 ，Let's go。OK， 雨夜开车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啊。然后这台车要到晚上天黑暗下来了过后，才可以察觉到这个 ambient light 它的氛围感。哎，这一点我觉得很不错。它不单只是在 dashboard 上面，它还延伸到门板的位置去，所以看起来是更加的协调，很好看。然后在开车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大镜前方有一个投射出来的 head-up display 啊，也是显示了一些内容，包括你的时速啦、档号啊，提高这个安全性啊。那晚上开车又是下雨，我们就不讲多了啦，直接把画面带到明天早上啦。Good morning， 今天是来到这个9国马拉松的第2天了。那当然一定要来看一下，我们是没有作弊的啦。荧幕上呢跟昨晚一样是497点几公里啦。啊，我们昨天有移动它，有 parking 过，所以这个数字是有一点点变动。这个倒数的里程呢是807公里，然后电量是剩下9个 km。这一台车呢，你看它这个中控荧幕啊，按这个按钮过后，它可以往右边 slide 过去，哎，就是给你的右边的这个 passenger side， 坐在这个上面可以看电视。相信很多人都有注意到这台车它在前面的这个 meter 的尺寸啊是稍微比较小一点点。用了2天下来，我觉得虽然它小小个，不过可以在里面看到很仔细的一些内容，很容易知道里面所带出来的 info 是什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启动也好，在行驶也好，它的引擎介入的时候啊，你不会感觉到任何引擎入感是没有零啊。OK， 现在来到的就是很多人都很注重的，就是后座体验。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整个乘坐姿势是属于一个比较舒适的乘坐姿势。前面的这个椅子呢是调节到我们前面乘客的舒适坐姿过后，我的膝盖跟这个椅背还有大概2个拳头的距离。然后坐在后座，它的椅背倾斜角度我觉得也是 OK 的。虽然它不是多段式可调节那种啦，它是一个固定位置，但是坐在上面不会觉得好像很直。它的整个地台是全平的啊，几乎没有一点点的隆起。然后我的这个大腿支撑也是非常的好，刚好可以顶在我的膝盖下面。然后当然有一个 armrest 可以放饮料，后面还有冷气出风口。然后这台车的后面的镜子是单层镜，前座是2层的这种双层镜。当然这台车还有一个很厉害的点哦，就是这一台车它有一个主动降噪的功能，就好像你们戴那个 AirPod Pro， 它会有一个反向的这个声波来让外面的声音减少。那这一台J.Crew 的 Omoda C7 呢，也是有这一项技术，它是直接在这个车内空间实现主动降噪功能。20万以下的价位啊，可以买到这样子的车，已经是没有对手了。OK， 经过2天的长途行驶，2天啊，我们终于抵达了这个目的地。现在这一台车呢，从我们接手到现在驾了794.5公里。这台车呢，它的油箱里面啊，还有差不多一半再多一点点的油，然后它的这个倒数里程还可以走583公里。所以你拿583公里加794公里，就是1300多公里耶。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就会在想了，它一定是快乐表，对不对？可是我们真的是没有撕开封条，我们也是真正的在正常行驶这台车。这辆车真的是超级省油。那今天呢，有9个国家一起参赛，最差的那一台车啊，就是这个2个数字加起来最差的号码都有1100多公里。那动力表现方面，比起普通的只是汽油版的车啦，在加速方面确实是比较有感的，然后乘坐体验也很好，所以我觉得这辆车是我看到 J.Crew 目前最有诚意的一辆车了。如果你想要开 J.Crew 的 Super Hybrid System PHEV 车型，你可以选 J7 PHEV 或者 C7 PHEV。OK， 今天的这一个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接下来我们有更多更精彩的影片带给大家。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车，但是却有最适合自己的车。等这辆车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一定要去 showroom 看。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 ，Goodbye。
sil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u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